我的学员无一例外，只要是学会了这个小步子原理的，都瘦的毫不费力。很多学员觉得减肥很痛苦，运动后没看到及时效果就觉得焦虑，大多是因为太期待100%的改变，眼里只有100%的目标。打个比方，你定了个目标，瘦20斤，那在这个进度条刚开始前进的时候，对你来说好像都不算数似的，好像你这个系统就默认了，只要没有100%的达成目标，你就没有变，你就没有成功。哎，你就得习惯性的自我否定一下。再加上运动初期身体会储水，体重会上涨，这时候心态可能直接崩掉。所以我在训练的一开始就会告诉学员，遵循小步子原理。这个原理在《了不起的我：自我发展心理学》和5%的改变这2本书里都有提到过。将一个较大较难的目标分解成若干个较小较容易的目标，先完成一步简单的可看到成果的任务，从而确立信心，得到正反馈，自我效能也会大大提升。不要总想着原定的目标多么困难，也不要想着和这个宏大的目标比起来，你每天的进步是多么的微不足道，而是允许自己先迈出一小步，完成进度条的5%。比如你原定的目标是瘦20斤，那进度条到5%，也就是1斤。1周内我掉1斤就是好样的，你就该为自己感到骄傲。第一是你按下了开始的按钮，前进了5%。第二，这是营养学界公认的健康减重速度，说明你用对了方法，这个方法可持续，不会反弹，而且不会对健康造成负面影响。对于还没有养成运动习惯，甚至还没有健康意识的仔仔们，我们可以把步子迈得更小。比如我们想喝高糖奶茶的时候，我们主动给它换成无糖汽水；想吃高油、高糖、高热量零食时，我们主动的给它换成水果，或者煮玉米、烤红薯、燕麦等健康又饱腹的食物。久坐了一天，我们主动去遛弯个半个小时，或者放学下班回家的时候，早下一站地，骑个15分钟单车回家。再或者利用碎片时间多爬几层楼梯，给自己计时5分钟，每天爬3次。咱们只要发现自己开始有意识的做出更健康的选择，我们就站起来给自己鼓鼓掌。我们进度条能前进0.1%都是很了不起的事情。今儿能前进0.1%，只要咱们坚持往前走，总有一天会到1%，会到10%，会到100%。慢一点没关系，你又不去选美，又不去拍电影，又不去打比赛，没人催你。我们都知道，一味的去打压、否定别人，会伤害别人的自尊，打消别人的积极性。那咱们为什么要这么对自己呢？所以咱从今儿开始，积累每一个小的成功，每一个主动的健康意识，都给它记下来，哪怕是刻意多爬了2层楼梯，绕道多走10分钟，都把它写下来，让你更有信心，更有动力，更有热情，更加期待去做这些提升健康质量的事情，而不是仰望一个宏大的目标，每天靠消耗意志力苦逼的去坚持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一起加油！